这可能是我迄今为止讲的最扎心的一个婚姻真相了，记得收藏起来，一定会颠覆你的认知。我有一个来访者，她跟老公18年结的婚，短短的4年，两个人的婚姻就走向了无法继续下去的状态。老公经常不回家，一见面就大吵，两个人都很痛苦。前几天老公主动向她提出了要结束这段婚姻的要求，她表面上很平静，但心里还是很不甘心的，是不想分开的。但两个人过去的相处中，她觉得老公不上进，只听婆婆的，从来不尊重自己的意见，也不重视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稍微有一点情绪，老公就甩下一句不想过就离吧。所以从前温柔和善的性格也变成了一点就着，指责抱怨老公成了她唯一发泄的方式，婚姻也一步步的走向了死胡同。听完了她的诉说，我接下来会给在婚姻中想幸福但幸福又遥不可及的女人几个忠告，尤其是第4条，你一定要记在心里。第一，也许你不相信所有的婚姻门当户对是基础，你和老公的感情再好，也不要忽略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。一个从小被母亲宠溺的男人多半没有决策能力，你和婆婆的关系也就不可能调整好，所以父母人品好，家庭和谐才是你嫁给一个男人第一考量的标准。当你在婚姻里总是遇到男人的逃避、推卸责任和冷暴力，那么他从小的生活环境大概率父母都是遇到问题不愿意解决，而是通过争吵来解决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第二，物质基础 80% 决定了感情生活的成败。结婚最好有房，最好不要和对方父母住在一起。你的婚姻里只有你和你丈夫以及你们的孩子，如果多一个人参与进来，就是多一种价值观的碰撞，而这种碰撞永远不可能公平。你在你父母那里是宝，在别人那里你永远只是个外人。所以结婚彩礼应该要的一定要，哪怕1分不留的退回去，这个仪式感一定不能少。能不住在一块儿，就一定要在最开始的时候谈清楚，否则你们的婚姻一定有别人参与。不要太相信男人处理婆媳关系的能力，最后你还得靠自己。第三，婚前表现得再好的男人，不如婚后一直能包容你的男人。当你看到一个男人最开始是很好的一面，那你一定要小心他包装之下的真实样子。婚前暖男，婚后冷漠的例子比比皆是，所以不要恋爱脑，不要去闪婚，更不要未婚先孕。第四，经济独立非常重要，只有经济独立了，你的精神才能独立，一定要有自己赚钱或攒钱的能力，不要觉得嫁人就有依靠了。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。当你放弃独立的那一刻，你可能会短暂的被供养，但是随之失去的也是独立的人格。你不会开车的时候，永远都只能坐副驾驶，方向盘永远都是被别人掌握的，你想要去哪儿都得依靠别人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如果两个人组建一个家庭没有感情了，只是在维持，为了责任生活在一起，这个家一定好不到哪去。这种责任等于消耗，你在这件事情上是在耗你的能量，你的人生是螺旋式的下降的。但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是因为爱，是彼此的灵魂伴侣，那你们的家庭一定是螺旋式的上升的。婚姻经营不好只有一个原因，你当年是为了钱结婚，为了应付父母结婚，根本不是为了真爱结婚。人这辈子最大的悲哀是什么？找了一个没感觉的人，做了一件没感觉的事儿。因为爱会收获一个更大的爱，因为恐惧你会收获一个更大的恐惧。想到这儿，我只想让你们做一个决定，从今天起就为爱而活，做自己爱做的事，去自己爱去的地方，找自己爱的人，这才叫活着。给自己人生做一次断舍离，你可能会结束一段关系，结束一个工作，你的人生才有可能迎来一个新的未来。有时候人生真的要做减法，不做加法，一定要敢于断舍离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一个男人千万不要对自己的老婆各种挑剔，当你嫌弃老婆的时候，就已经说明你是个没有本事的男人了。因为你老婆是什么样子，取决于你自己的条件。白嫩的手都是不洗碗的，漂亮的脸蛋大部分是钱撑起来的，苗条的身材是花钱锻炼的，温柔的性格也都是好男人疼出来的。当你觉得外面的女人比自己家老婆好的时候，有可能你的老婆也会被别人惦记着。玫瑰即使凋零了，也高过于路边的野花。外面的女人，一没给你生过娃，二没给你操持家务，三没照顾你的生活，肯定温柔又漂亮。你要是嫌老婆不会打扮呢，就请你先看看你每个月花多少钱在她身上。你嫌她长得不够漂亮，你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什么模样吧。她本想穿高跟鞋，想了想还要抱孩子，算了吧。
他本想做个指甲，可又还要做家务，算了吧。他本想给自己买几件衣服，买点化妆品，可再想想你赚钱那么辛苦，还是算了吧。有的男人就说那男人也难啊，是男人也不容易。但聪明的男人都知道，女人对家庭的付出往往是男人的很多倍。自从选择嫁给你的那一刻，她就不再是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，被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小女孩了，而是一个既能照顾一家老小，又能和你一起赚钱养家的女汉子。别忘了，父母最终都会离我们而去，孩子长大了也会有自己的生活，只有你的老婆永远和你在一起。所以啊，好好呵护她，照顾她吧。婚姻就是一方包容另外一方，然后不计较，把日子过下去。没有完美的婚姻，只有包容和理解。如果我的话让你顿悟了，回到家真诚的给你老婆一个拥抱吧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为什么很多女人不喜欢婆婆带孩子呢？因为有些婆婆带孩子的时候总会说一些莫名其妙没有依据的话，引起儿媳的反感。他们会说，哎呀，宝宝长得真好看，眼睛大，随爸爸的双眼皮，就是鼻梁不高，跟妈妈一个样。长得好的都随爸爸，长得不好呢都随妈妈。孩子闹脾气摔东西了，婆婆又说脾气这么倔，也不知道是谁的谁，反正我们家没有脾气这么怪的。孩子爱看书随爸爸，孩子挑食随妈妈，孩子爱看电视妈妈惯的，孩子不睡觉还是妈妈惯的。总之，凡是孩子的优点都是婆家贡献，缺点呢就让娘家来背锅。教育孩子，婆婆更是有自己的一套。孩子摔东西就说再摔让你妈打你啊，孩子看电视玩手机又说你妈回来就打你，孩子想找妈妈了，婆婆又说你妈就知道挣钱，不要你了，找她干啥？她又不疼你。婆婆这样带孩子，怎么可能把孩子教育好呢？又怎么能跟儿媳妇相处得好呢？到头来还说自己帮了儿媳妇带孩子，而且还不懂得感恩，天天拉着脸。仔细想一下，自己为什么不招人待见了吧？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吵架并不会影响夫妻感情，接下来的话你要好好听，记得转发给你老公，可以增进夫妻关系啊。我之前看到一个视频，意思是夫妻吵完架之后，男人气冲冲的摔门而出，但不到2秒又折回来问老婆你要不要吃点什么，我下去给你买。然后两人相视一笑，哎，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？没有一对夫妻是不吵架的，但为什么有的人是越吵感情越好，有的人越吵感情越少呢？区别就在于吵架之后另一方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所以我常说，一段感情能不能走得长远，你要看它最坏的时候能有多坏，而不是好的时候能有多好。毕竟用嘴巴说爱你很容易，但用行动说爱你真的很难。其实两夫妻吵架呢，女人永远在吵你对我好不好，男人永远在吵这事儿对不对。好不好和对不对完全就是两个轨道，一个吵的是情，一个吵的是理，所以吵不出什么结果的。身为男人你要知道，再怎么吵，眼前的这个女人是你要用一生去守护的妻子。谁对谁错不重要，你们幸福最重要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想要女人旺夫，老公就给她这几种福气。第一，让她乐，老婆快乐才会旺夫，老婆越开心，你的运气就越好。第二，给她财，妻子是家庭的门面，她的气质越好，你的财气就越旺。第三，说她贵，在人前多说她的好，妻子越优秀，说明家庭越幸福，这样你才会有贵人相助。如果说男人是家庭的顶梁柱，妻子就是家庭的定海神针。一个女人旺不旺夫，关键就在于你对她好不好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